之前小米14系列首发是通宵进行了测试，全部的功能都摸了一遍，可能是缺少了一些分析和总结，部分观众还是有些疑问，我们就再开几个视频来专门解答这些大家提出的问题，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，多多提问。第一个问题就是小米14的护眼到底怎么样，是不是不如13和14 Pro 的差距到底大不大呢？小米14有防频闪的开关，所以我们就分了两种情况来为大家说。14 Pro 没有开关，就只有一种情况，我们把3个情况都一起对比来看。首先我们看相机录制的视频黑条容易造成误导，我完全不动这两个手机，只改相机的参数就会产生较大的差别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专业一起来看。小米14是低于15%的亮度，从类 DC 变成 PWM 是480赫兹，和其他普遍的480赫兹 PWM 的 OLED 是差不多的，属于普遍水平。具体的数值我们就不用细看了，对于频闪敏感的人来说，直接打开开关，开启了防频闪之后就是全局类 DC， 没有频率的变化，只有波动深度的变化。我们取10%亮度，再低的话也用不着了。不开防频闪，普通手机的波动深度都是100%，而小米14的话不到100%，所以比普通手机要好一点。但是好这一点可能没有多大的意义。IE 风险等级还是白色， SVM 还是不可见。而开启防频闪之后呢，它的波形并不是平的，还是有波动性，所以它是类 DC 而不是 DC， 比没有波动性的会稍微差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多少。IE 还是白色， SVM 还是不可见，但是也不具有实际的意义，因为这些标准都是测试灯的频闪，只有亮灭交替这种情况。而屏幕的类 DC 呢，是根据刷新率来变动的。虽然 LTPO 的刷新率可变，而类 DC 的频率还是固定的，但是直接把它当作频闪依旧是不严谨的。遗憾的是，目前还没有严谨的 OLED 频闪的测试标准，比小米13的波动性稍微高一点，也很难说有实际的意义，因为差别小到人根本察觉不出来，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。另外，之前我们测试防频闪开关都会对比开关前后的色阶过渡情况，这次的首发视频我没有放，是因为我肉眼完全没有看出来它的区别。后面我又用仪器做了更加复杂的色彩测试，变化也是小的基本可以忽略不计，这一点的话就比小米13表现更好。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结了，小米14的频闪不开防频闪的话，比最普遍的480赫兹 PWM 的 OLED 要好一点，不如高频 PWM 的机型。而开了防频闪开关之后就可以跻身第一梯队，但是依然会有明显的波动性，在第一梯队里面也是只能够排中游。但是开关对于色彩的影响又可以忽略不计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开了。而小米14 Pro 也是低于15%的亮度切换 PWM， 频率是1920赫兹，也是一个大小波的形式。其他的 PWM 波动深度都是达到了100%，而小米的话并不达到，所以比普遍的1920赫兹的 PWM 还要更加的柔和。IEE 里面已经不在风险等级里，全部都是绿色无风险，而 SVM 的数值也是非常的小。虽然没有达到国标灯具的安全标准，但是第一梯队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更加的费电。看过这个视频，相信大家对于小米14系列的伤眼程度已经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了。想要对比哪些机型，大家都可以查我的测试数据来进行对比。另外，我发现屏幕的触控也有一些小的问题，我们下期详解系统篇再展开细说。好了，我是万雀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还有谁？一起上吗？看你往哪逃！神枪火焰，荡尽宵小，点爆他们！百兵之王的基本修养。是天是地我都对，走完的事不后悔。还有谁？一起上吗？看你往哪逃！神枪火焰，荡尽宵小，点爆他们！百兵之王的基本修养。
看招看招看招！神敲火炼，荡尽潇潇，点爆他们！拿来吧你！点爆他们！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